应该是杨顶天夫妇的骸骨。恭喜公子！怎么了？这个是明教武功的无上心法。可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啊！哎，小昭，你怎么知道羊皮上的秘密的？老爷跟小姐说过，我是无意中听到的。不过他们是明教教徒，所以他们不敢违反教规来密道找。哎，对了，这有一封信，想必是杨教主写给杨夫人的，只可惜杨夫人还来不及拆开就死了。幸好有这个图，咱们能出去了。糟了，这唯一的出口被陈坤封住了。杨教主信里说过，只要练就乾坤大挪移神功，便可推石门而出。可当今世上，只有杨伯伯练过，就连他也说自己功力尚浅。更何况，我们也不知道吴望卫在什么地方。这地图上又没有注明，我们该怎么找啊？吴望卫，吴望卫是伏羲64位方位之一，乾进午中，坤进子中，其阳在南，其阴在北。这么说，吴望卫就是明夷卫和隋卫之间了，应该是这边。出口应该是这外面。来，果然如此。虽然我不会乾坤大挪移，但我会九阳神功，可以一试。张公子，不如你也练练这乾坤大挪移心法吧，说不定你聪明过人，一下子就练会了。历代教主个个才智超群，他们穷尽一生也没几个练会的。我在旦夕之间，怎么可能超过他们呢？反正困在这里也没事做，练多少是多少，你就试试吧。乾坤大挪移，乃在颠倒，一刚一柔，一阴一阳，乾坤二气。小昭，我第一层好像练成了。真的吗？第一层那么快就练成了？这第一层心法都是一些运气导行、移功使劲的法门，我又有九阳神功护体，并没有很难吧？此第一层心法，悟性高者7年可成，次者14年可成。公子，
你果然聪明过人，一下子就练会了。你快试试第2层吧。第2层心法，悟性高者7年可成，次焉者14年可成。如练至21年而无进展，则不可再练第3层，以免走火入魔，无药可医。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公子，第5层已经练成了。这乾坤大挪移果然是极妙的功法，能发挥体内积蓄的潜能。就好比紧要关头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能举起千斤巨石，乾坤大挪移就是能使出平时使不出的力量。对了，这第5层我练了多久？大概半个时辰吧。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公子，你还要练，不如先歇歇吧。没关系，我身心舒畅的很。嗯。乾坤大挪移是以纯阳之身和纯阴之气合炼双修，随意而行，不用心而无心，不动身，只用意，意动身手，神则手。公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刚刚很难受的样子，我以为你走火入魔，被你吓坏了。我没事儿，但是我练成了。什么？第7层已经练成了？不过第7层心法比前面几层难太多了，当中有19局我实在理解不了，尚未练成。公子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炼至神功篇末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你真的是武学奇才。要说武学奇才，我还差远了。弟子张无忌，偶然得窥明教乾坤大挪移神功，原为脱困求生，并非存心偷学贵派武功。今日脱困以后，定当以此神功为贵派尽力，绝不敢有负历代教主救命之恩。历代教宗在上，请你们保佑张公子重整明教，光大列祖列宗威名。我并非明教教徒，
太师傅早有明训，绝不敢委身于明教。但今日看过杨教主一命之后，深知明教宗旨实在光明正大，弟子一定竭尽所能，向六大门派解释多年误会，让双方结束纷争。公子，我们成功了。走吧。承蒙前辈，手下留情。阴谋。各路英雄，魔教气数已尽，将场上的余孽一概诛灭。事成之后，武当派往东搜索，峨眉派往西搜索，不要让一人漏网。昆仑派预备火种，焚烧魔教巢穴。少林弟子各取法器，诵念往生经文，替六派英雄和魔教教众超度，化除冤孽。是。焚我残躯，熊熊圣火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焚我残躯，熊熊圣火；焚我残躯，熊熊圣火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为善除恶，为光明故。其恶为首，皆归尘土。怜我世人，忧患失多。怜我世人，忧患失多。糟了，走。殷教主，在下送你一程。二哥，无忌哥哥。无忌，你们如此对付一个重伤的老人，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你是谁？为什么插手？我叫曾阿牛。这个老头的命是我的，不想死给我闪开！
多谢小兄弟。小心！姓宗的，你们崆峒派的七伤拳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们再战。好，有种的，借我3个七伤拳！您老前辈，待晚辈先替您接几招吧。如果晚辈输了，老前辈再上也不迟啊。小兄弟，你不像是本教的教头，请问你是哪一位的门下呢？我不属于明教，也不属于天鹰教，但对老前辈心仪已久，今日能与您并肩作战，乃是晚辈的荣幸。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老夫今天让你知道我崆峒派七伤拳的厉害。崆峒派七伤拳的厉害，在下久仰了。少林神僧空剑大师，不就命丧于贵派的七伤拳之下吗？七伤拳啊，七伤拳可能崆峒派的，怎么会这样？空剑神僧是被谢逊恶贼所害，江湖上无人不知，与我崆峒派有什么关系？你说是谢前辈杀的，是你亲眼所见吗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说是谢前辈杀的，还要嫁祸给他？空剑神僧圆寂之处留下了陈坤杀空剑神僧于此9个血字，谢逊到处留下血案，竟然如此冒充他师父之名，江湖上谁人不知？这有什么可疑的？请问，是你亲眼看见谢前辈写的吗？这些字谁都会写，若我偏要说是崆峒派写的，那又怎样？你写字容易，但练功却难。空智大师，敢问神僧空剑，的确是被崆峒派七伤拳所杀，是不是？阿弥陀佛。而金毛狮王谢逊，并非崆峒派，是不是？姓曾的，是谁指使你在这儿抢出手？没有谁指使在下，在下只希望6大派与明教罢手言和。这就是教导。就凭你，挡得了我七伤拳再说。宗前辈，七伤拳有害无益，不宜再练。笑话！七伤拳是我崆峒派的绝技，怎么能说是伤害自身呢？当年我掌门师祖木林子先生以七伤拳威震天下，名扬四海，寿至91岁，怎么能说会伤自身呢？你根本就是胡说八道！木林子前辈想必内功深厚，自然能练，不但无害，反而强壮脏腑。可以晚辈之见，前辈的内功如果没有达到那个境界的话，执意强练，恐怕终归无用。你的言下之意是说老夫的内功还不到家？敢问前辈练七伤拳的时候，云门穴、五里穴、青灵穴是否隐隐作痛？你怎么知道？二哥，你这小罗嗦是什么？他竟看不起我的七伤拳，就让他吃我一拳，尝尝滋味儿。少林派的金刚不坏神功，你是少林的人？在下不属于任何门派。曾少侠，能领教老夫3拳七伤拳吗？
傻，以多欺少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小赵，七伤拳伤不了我，你放心吧。敢问前辈肩头上的云门穴是否不再隐隐作痛？曾少侠，神功果然惊人呐！刚才老夫有些失礼，可曾少侠不计前嫌，以内力为老夫疗伤，这种以德报怨的大仁大义，老夫感激不尽。各位前辈，请听晚辈一席话。你们与明教之间的恩恩怨怨，全因陈坤一人而起。你们都中了他的计了。中计？有这种事？陈坤与明教教主杨鼎天有私怨，所以处心积虑要置明教于死地。只可惜他一人能力有限，所以一心挑拨六大派与明教的关系。他借他徒弟谢逊之手，让明教与六大派结下梁子。为了使谢逊成为杀人狂魔，不惜杀害他一家13口。昨晚陈坤混入明教左派，亲口吐露此事。杨左使、韦福王、吴散人等全部亲耳听闻。此事千真万确，若我有半句虚言，天诛地灭。一定要搞清楚。曾少侠，那么请问，这陈坤现下在何处？陈坤后来投入少林门下，法号元真。少林？是。元真师侄是我空剑师兄的入室弟子，佛学深湛。除了这次远征明教之外，多年未曾出过四门一步，怎么能是混元霹雳手陈坤呢？曾施主，你不要在这儿胡言乱语，你在污蔑我少林门派。大师不必动怒，还请元真出来当面对质，便可真相大白。元真师侄为我六大派苦战妖孽，已经历尽元气。大师此话当真？阿弥陀佛。元真虽是罪有应得，可他现在不明不白的死了，从此死无对证，真相反而不易大白，该如何是好？曾施主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年纪轻轻，想不到心地居然是如此险恶。明知道元真已死，你将一切罪过推向给他，老衲实在是看不过眼。曾施主，等等！臭小子，你这是在逃跑，不是在比武。好，晚辈就接前辈几招。如果晚辈输了，自然听从前辈的吩咐；倘若胜得一招半式，便请少林派退下光明顶。少林派的事由我师兄做主。不过，你要是破了我少林的龙爪手，老衲即刻回少林寺，终身不出四门一步。接招！
你怎么会我少林的龙爪手？天下武学殊途同归，强分派别乃是人为。这一路少林龙爪手擒拿功夫，也未必是贵派独有。曾施主，高明，老衲输得心服口服。老衲一向自负，以为所学少林龙爪手，当世是无人能敌。少林龙爪手的威名，毁于我手，这手废了也罢。晚辈以少林龙爪手胜过了大师，于少林威名何损？倘若并非以少林绝艺与大师对攻，相信天下再无第二武功能胜过大师。曾施主，仁义过人，老衲佩服。阿弥陀佛。曾少侠神功盖世，在下深感佩服。不知是哪位前辈高人的门下，可否见告？敢问阁下是？在下华山派掌门仙雨通。胡先生曾向我提起这个人，对他恨之入骨。既然少侠不肯见告师门，那在下便亲自讨教。倒是晚辈该向前辈请教。华山派武艺固然高明，但是仙雨掌门恩将仇报、忘恩负义的功夫，恐怕无人能及。仙雨掌门，在下有一件事情向你请教。你当年身中剧毒，九死一生，胡青牛先生3日3夜不眠不休地治好你，又和你义结金兰。你为什么如此狠毒，要害死他的妹子？武林中人讲究有恩报恩，有怨报怨。蝶谷一仙乃明教中人，你深受明教大恩，今日反而率领门下的弟子来攻打明教。像你这种禽兽不如的人，亏你有脸面当一派掌门。一派胡言！大哥，这快救我！毒死我了！快救我！快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华山派自负名门正派，想不到还有一手放蛊下毒的绝艺。各位请看。大哥，这真的有毒。
然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，你羞不羞？求你快杀了我，快杀了我！我倒是想给你医治，但不知这善中究竟是何毒物，恐怕难以解救。这是金蚕蛊毒，你救不了我的，你快杀了我吧！杀了我吧！杀了我吧！我倒是可以救你，只不过你要答应我个条件，就是我问你什么，你必须老实回答。倘若有半句虚言，我便撒手不理，任由你受罪7日7夜，到时候肉骨见腐，滋味可不好受。你若真能救我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，我都答应你。那请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这一生中做过什么亏心事？从实招来。没有。老前辈要是不说，晚辈爱莫能助。等一等，我说，本元师哥是我用金蚕蛊毒害死的。白云是你杀死的，为什么要说死于明教之手？白师哥知道我害了胡青牛的妹妹，我只能杀他灭口啊！白师哥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是我杀了你，谁叫你当时逼我逼得那么狠呢？你要是说出胡家小姐的事情，那师傅肯定饶不了我，我只能杀你灭口啊！白师哥，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白师哥，华山派各位，白猿前辈并非明教所杀，你们与明教之间的恩怨乃是误会一场，现在真相大白了。此人乃本门叛徒，我们清理门户，你为何要干预？第一，我已答应治好他身上的蛊毒，说过的话不能不算。第二，贵派之间的门户纷争，还请回到华山派之后再清理不迟。曾少侠，你帮我华山派弄明白了门户中的一件大事，使我白猿师之能够沉冤得雪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可是你当初让我华山派出丑，我兄弟俩跟你拼了这条老命。你，没错，我们两个可要打你一个了。你要是觉得不公平，马上认输就行了。师弟，我们先除外辱，再清理门户。好，两位前辈，如果你们输了，还请华山派从此不再为难明教。我们两个打你一个，你是绝技活不了。我们兄弟俩有一套两仪刀法，变幻莫测，连刀攻敌是万夫莫当。我们就怕你要单打独斗，一个对一个。现在你既然答应我们一个打我们两个，那你就输定了。说过的话可不许反悔，反悔是小狗。晚辈绝不反悔，还请前辈刀下留情。我们这条刀使用起来是越来越凌厉，绝不容情的，绝不会客气的，是绝不会。少说一句成不成？少说一句当然可以，但是我瞅着这小子人不错，一刀砍死了实在是可惜，所以事先提醒他，让他早做防备。咱们这套两仪刀法乃是反两仪，事事不依常规，对吧？住口！让我说。哎，那你说，不要说我们两个欺负你，你赤手空拳肯定赢不了我们的双刀。你快选一件兵器也罢。去吧。多谢前辈。那晚辈便以这折扇为兵刃。你这扇子里有金蚕蛊毒，万一散开来，哎，那可不得了啊！前辈说的是，那我用什么兵器，便由前辈来决定吧。那就让他占点便宜。那我就给他一件趁手的兵器。谢了。两位，来吧。
得罪了，晚辈跟两位开个玩笑。此人我不是。姓曾的，算你有本事，你要怎么处置我们？悉听尊便。晚辈只不过希望化解贵派与明教之间的过节，别无他意。华山派与明教的恩怨，岂止是你这小子能化解的？华山派的反两仪刀法招数上倒也不算含糊，多谢何夫人赞赏。只是不知与我昆仑派的正两仪剑法谁更胜一筹。今天咱们4个就拿着小娃娃为招，切磋一下华山与我昆仑的两派武功。好。曾少侠，请赐教。久仰前辈剑法神通，还请高抬贵手。请曾少侠自选兵器呢。多谢。在下便以这梅枝为兵刃，领教华山、昆仑两派的高招。不胜无量天尊。西华子道长，黄口小儿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胆敢不把我昆仑和华山派的功夫放在眼里！你们舍不得下手，我可要下手了！老少的，敢砍我！西华子，快退下！师傅，这正反两仪的招数虽多，终究逃不出太极阴阳两仪的道理。弟子看这4位前辈招数精妙，厉害之处就是在步伐和方位，您说对吗？你眼光倒是不错，能够看出前辈们功夫的精髓所在。师傅，咱们峨眉派的4象长圆中有方，阴阳相承，天地阴阳，方圆动静，似乎比这正反两仪之学更胜一筹。您说对吗？对，是这个道理。可是也得看2位前辈的功夫和他的修为。弟子猜想，铁琴先生下一步便要前往龟妹位了。峨眉派的臭丫头，你是这小子什么人？一再的维护他，吃里扒外，我昆仑派不是好惹的。师傅，我芷若，别再问了。你也听到，昆仑派是不好惹的。是。师弟，你下手轻点行不行啊？我砍的是他，不是你。别说了，别人脱手。
去！这臭小子武功这么高，拼了！怎么了？两位前辈不必惊慌，金蚕蛊毒虽然入肚，但只要不运功，毒素在6个时辰之后才会发作。待今日仪式了结之后，晚辈定当设法相救。你，哎，这金蚕蛊毒，天底下恐怕只有他能解，不能杀他。曾少侠，智勇双全，我昆仑派服了。走。我峨眉不服。接招吧！今日咱们是剿灭魔教，并不是比武争胜。诸位师妹，大伙齐上，拦住这小子，让他不得取巧，乖乖的跟师傅较论真本事。是。周师妹，这该不该拦在你？该不该让也在你了？周师妹，这小子果然对你不一般啊！现在只有你手上有剑，你却站着不动，难不成你希望师傅被他打败吗？师傅，你敢欺师灭祖！周姑娘，贵派的宝剑，请转交尊师。芷若，一剑把他给杀了。如
果你还认我这个师傅，还认自己是峨眉弟子，你就一剑把他杀了。师傅，你想违抗师命？赶快把他杀了！ 如果你真的快死的话，我就更不能见死不救了。峨眉武道还有哪位不服？请出来较量！我峨眉今日已败，若你不死，他日再与你算账。现在6大派只剩下武当，此行成败，全仗武当裁决。 大哥，我们公子，爹，4位师叔，我来。结束。如果我让你出手，跟我们亲自出马有何分别？这位少年已身负重伤，如果我们再对他下手，良心难安呐。魔教作恶多端，当务之急也是我备之大义。如果今日不斩草除根，以后武林祸患无穷。请说。姓曾的，我们6大派只诛魔教邪徒。 你若不是明教中人，就快点离开。谢谢宋兄的好意，但大丈夫急人所难，死而后已。我早已决定与明教共存亡。曾少侠，你对我们已是仁至义尽了。
明教上下万分的感谢你。今天既然事已至此，你就不必再为我们出这个头。你先走吧。前辈，先送他，就让老夫来接你几招吧。前辈，鹰王，前辈，你没事吧？前辈，你要杀他，就先杀了我！要你走开，别在这碍事。小周，你怎么样？姓曾的，你处处袒护魔教，我就先解决掉你！小人，宋大侠谦谦君子，天下无人不服，可没想到你却如此粗暴，竟对一个弱女子下手。废话少说，看招吧！请说，请说，请说。各位，今日之事，我武当派已尽力，想必魔教气数未尽，才会半路杀出这么一个奇怪少年。待这少年伤愈之后，我武当派会卷土重来，到时候再决胜负。哎，六弟，姓曾的，叶丽婷跟你无冤无仇，我若再伤你，便枉称侠义二字。但是我跟这个姓杨的夺妻之恨，今天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绝不让葛派再伤明教一人。先杀了你，六弟！公子，少侠，公子，原谅是我，你杀了我吧。无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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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忌。无忌，无忌，无忌，是无忌啊！无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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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你！无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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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活着？无忌，无忌，真的是你吗？无忌，来哥，是我，我是无忌。好孩子，无忌，无忌，无忌。杨修！你这个猪狗不如的淫贼！今天我就要杀了你，给小福报仇！六弟，六哥，六哥，六弟，住手！你是谁？纪晓芙是我娘，你要是真的想替我娘报仇的话，就去杀了这个老太婆，她才是伤害我娘的凶手。无忌，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老太婆一掌打死我娘的。胡说！我说的千真万确。那日在蝴蝶谷中，这个老太婆让我娘去杀死我爹，我娘不肯，她就一掌打死我娘，都是我亲眼所见的。当时无忌哥哥也在场，你若不信，你就亲口去问问他。师太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没错，纪晓芙是我亲手打死的，他欺师灭祖，毁我峨眉声誉，还死性不改，生了一个孽种。殷流侠，我是为顾全你的面子，才不告诉你的。他爱上了妖人，进了魔教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，有什么值得呢？我不信，我不相信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就问问他叫什么名字。我叫杨不悔。这不是真的，六弟，这不是真的！六哥，六弟，六弟，
公子，你和我素不相识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什么？我只是个低三下四的奴婢，你贵重的千金之躯，却三番两次舍身护着我。什么千金之躯？我和你一样，都是人，我不比你尊贵，更何况你是个女孩子，我当然要照顾你了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张，吴婷小姐叫你无忌哥哥，你大名是无忌吗？我姓张，叫张无忌。张无忌一路追逐陈坤，亲眼看着他进了房间，却没了人影。正在这时，忽听得外面有人说话，张无忌躲在暗处。原来这几日杨不悔也开始反感起自己救来的这个丫鬟。这丫头看着人畜无害，但是行为却很是反常，经常在不该去的地方乱逛。杨不悔怀疑她是奸细，想一剑将她杀了。正在这时，张无忌出手相救。不悔妹妹，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啊？啊？你是无忌哥哥吗？你猜？无忌哥哥！哎呦，我的不悔妹妹长这么大了呀！真的是你啊？对啊。可是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是舍不得带我上皇陵的。一番寒暄过后，张无忌告知他杨逍现在在大殿里不能动弹。杨不悔急忙要去照顾，看在张无忌的面子上，先饶了小昭。张无忌继续寻找陈坤的下落，小昭在旁边眼神飘忽，似乎知道些什么。张无忌一再追问之下，小昭说这房间就是密道入口。只见他将床上的被褥撤去，随后按下开关，一条密道映入眼帘。此人果然不简单，刚来没几日就已经将明教的密道都摸出来了。两人进入之后，没走几步，密道突然发生了坍塌。张无忌加快脚步进了密室，原来这一切都是陈坤在搞鬼。小子，今天就葬身于此吧，还有个伴儿陪你，算你走运。陈坤，你给我过来！你不用白费力气了，乖乖在那等死。张无忌虽然被困险境，却不抱怨小昭，他为人温和，因此小昭对他也很亲近，两人互换姓名。张无忌忽然发现他手上居然还戴着手铐，于是便想着解放他的双手。张无忌找了一把斧头，对准铁链连砍了4、5下都砍不断。想来这锁链材质特殊，非寻常兵刃能砍断，于是只得尴尬地说道：“等出去之后，给他拿钥匙解开。”张无忌来到一处石门面前，用力推开。又来到一间密室，这间密室里有2具白骨，想来就是杨顶天和他的夫人了。张无忌忽然看到地上还有一块羊皮，原本以为没什么用，结果小昭却十分欣喜。他说这就是明教的顶级武功乾坤大挪移，只是这上面并无字迹。张无忌不禁感到疑惑，只见小昭去那利刃上面将手指割破，流出鲜血滴在羊皮上，字迹瞬间显现。而对于他如何得知这种方法，小昭刻意回避张无忌，也没有多问。小昭捡起地上的一封信交给张无忌，这应该就是杨顶天的遗书。遗书里写道：明教发源于帕沙，可是总不要他们归顺元朝。中华分教的教主怎么可能屈服于外邦？于是想着拿回圣火令自立门户。他将乾坤大挪移修炼至第4重，发现自己头上顶了一片青青草原，情绪激动之下走火入魔，受了重伤。只要谁取回圣火令，谁就是明教的第34任教主。在取回圣火令之前，任命金毛狮王暂时处理教中事务。他日将乾坤大挪移一并交给新教主。信中写道，这间密室还有第2个出口，需要学会乾坤大挪移之后才能打开。出口的位置就在无望位。无望位是伏羲64位方位之一，乾进午中，坤进子中，其阳在南，其阴在北。这么说，无望位就是明夷位和隋位之间了，应该是这边。果然如此，虽然我不会乾坤大挪移，但会九阳神功，可以一试。张无忌用九阳神功一试无果，情绪有些低落，果然如信中所写，练不成乾坤大挪移就打不开那扇门。小昭鼓励他不要放弃，说不定他天资聪颖，可以练会。可杨顶天练了一辈子才练到第4层，杨逍也练了半辈子了，也才勉强到了第2层。难道自己一时半会就能练成吗？乾坤大挪移，乃在颠倒，一刚一柔，一阴一阳，乾坤2气。乾坤大挪移是以纯阳之身和纯阴之气合练双修，随意而行，不用心而无心，不动身，只用一剑，一动身手，神作手。有烟火，心上牵挂不下抖落，只为世事杀出传说。
你可知学会九阳真经的张无忌到底有多逆天？消化乾坤大挪移居然只用了半天时间，而且他修炼的境界居然比写书的作者还高。这名叫最顶级的功法，杨顶天练了一辈子，练到了第4层；杨逍练了半辈子才勉强突破第2层。乾坤大挪移的作者练到了第6层，而张无忌半天之内就突破到了第7层。张无忌之所以如此逆天，全靠那万法归宗的九阳真经。他本来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练习，哪知九阳真经已是武学究极正道，张无忌只是随手一练就突破了第1层。此第1层心法，悟性高者7年可成，次者14年可成。公子，你果然聪明过人，一下子就练会了。你快试试第2层吧。第2层心法，悟性高者7年可成，次言者14年可成。如练至21年而无进展，则不可再练第3层，以免走火入魔，无药可医。张无忌兴趣高涨，于是继续开练第2层。这次也没用多少时间就顺利通关了。张无忌越练越兴奋，于是在剩下的几个时辰里，直接将这套功夫完全消化。虽然作者在后面还写了些乱七八糟的章节，但张无忌练到第7层之后已经看不懂。他自认为是自己悟性不够，可其实是作者当初写的时候也已经模棱两可。如若硬练后面的篇幅，等着张无忌的只有走火入魔。张无忌学会乾坤大挪移之后，给杨顶天磕了一个头，随后来到无望位的石门处，双手用力一推，就将石门推开。正当张无忌在里面修炼乾坤大挪移的时候，陈坤也伺机逃跑，哪知刚跑出殿外就遇到了来增援的天鹰教。鹰野王看他一副和尚打扮，二话不说就跟他动起手来，哪知这陈坤突然跟纸糊的一般，连野王一招都没接下来，直接被一掌打死了。随后陈坤的尸体被少林寺的人发现收了起来，外面已经杀得昏天黑地，而明教的高层除了殷天正之外，其余人都没了战斗力，因此如果没有救星出现，那么今日6大派围攻光明顶，围攻的其实就只有白眉鹰王一人。我们是魔教妖人，那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算什么？见风使舵，以多欺少。你们今日所为，定会受到天下人的耻笑。要是真有本事，那就站出来，给我殷天正单打独斗。我要是输了，那就是老天有眼，有心要灭我明教。要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输了，马上给我滚出光明顶！鹰王一番言论呛得名门正派哑口无言，于是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名声，选择跟鹰王1对1。首先出手的是武当七侠排行老4的张松溪，两人没有过多花里胡哨的招式，选择了比拼掌力。片刻之后，两人各退几步，张松溪比鹰王多退了半步，因此识趣的认输了。第2位出手的仍是武当派老七莫生谷，认为他3哥5哥的死都跟天鹰教有关，因此要跟鹰王讨教几招。鹰王以2根钢棍迎敌，缠斗片刻之后，居然被莫生谷打掉了兵器。鹰王没有下死手，这让莫生谷进了一身冷汗，他只得识趣的退下了。鹰王身受重伤，还没等他缓口气，崆峒派的唐文亮突然发难，七伤拳重重的在鹰王的胸口上来了几下，鹰王一口鲜血没忍住喷了出来。但这并非代表唐文亮有实力，他只不过取了偷袭的巧而已。鹰王毫不留手地废了唐文亮，崆峒派的人自然是不答应。宗维侠站了出来，要给3弟报仇。宋远桥拦住他说：“不该如此，他们此行是来铲除明教的，可如今却针对起天鹰教一个老人，这事传出去实不光彩。”宗维侠大怒之下，也不敢破坏联盟和气，毕竟武当和峨眉才是这次行动的主力。于是他将怒火转移到明教头上，只见他将一根铜柱扔向明教圣火，他要先灭了这团妖火再说。鹰王情急之下，只好用身体去挡，被砸了个半死。殷教主，在下送给他。二哥，这个土人妹是我的。这是张无忌的封神一战，然而在场的却没有人知道这个无名小辈。张无忌也没有透露真实姓名。曾阿牛的身份反而更好，因为他此行是为了调解他们2边的恩怨，用张无忌的身份有偏袒的嫌疑。此前张无忌的外公被崆峒派打成重伤，
然而那罪魁祸首还在此殷殷狂吠。张无忌随手一推，就给大家表演了一波风之脊脸杀，把宗维侠弄了个狼狈不堪。张无忌用九阳神功帮外公疗伤，片刻之后，殷天正感觉好了很多，他连忙起身要与崆峒派再战，不能让别人小看了明教。但是张无忌在此又怎么可能再让外公上场？他让小昭将外公扶至场外休息，自己挡在了前方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老夫今天让你知道我崆峒派七伤拳的厉害。崆峒派七伤拳的厉害，在下久仰了。少林神僧空剑大师，不就命丧于贵派的七伤拳之下吗？空剑神僧是被谢逊恶贼所害，江湖上无人不知，与我崆峒派有什么关系？你说是谢贤被杀的，是你亲眼所见吗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说是谢贤被杀的，还要嫁祸给他？张无忌聪明起来还是挺聪明的。空剑大师确实是谢逊所杀，谢逊也确实会七伤拳，但是这些谢逊只在冰火岛说过，只有张无忌知道真相。他三言两语将水搅浑，是为了引出谢逊杀人背后的原因。宗维侠已经有些不耐烦，江湖上的事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，他要让狂妄小子张无忌尝尝七伤拳的厉害。张无忌却说此拳法虽然厉害，但是对自身的损伤太大，不宜修炼。宗维侠才不管这些，他卯足了劲就往张无忌的胸口上来了一下，刚猛的拳风瞬间贯通张无忌的胸膛。然而这对挂王张无忌来说不过是毛毛雨。张无忌不但不还手，还偷偷用九阳神功帮对面修复身体。对面那两位立马感觉七伤拳的老伤都好了不少。曾少侠神功果然惊人呐！刚才老夫有些失礼，可曾少侠不计前嫌，以内力为老夫疗伤，这种以德报怨的大仁大义，老夫感激不尽。张无忌以德服人，加上自己又是医生，他走到唐文亮身前，将他的手脚接好，然后转过头叫各派把自己的灵丹妙药都拿出来。2个月之后，唐文亮应该就能好了。张无忌拿出了自己的本事，各门派终于肯安静下来听他说话。他将陈坤犯下的种种罪孽与各派说清，最后说陈坤投到少林寺门下，法号元真。各派的目光纷纷看向少林寺，空性神僧出来劝张无忌不要胡言乱语。张无忌让他把人叫出来对峙，而大师却说元真已经去世，并把他的尸体抬上来给张无忌看。张无忌顿时心头一凉，眼看就要真相大白。结果陈坤给他来了个死无对证，空性见他哑口无言，心想此人必定是故意栽赃少林寺，于是便出手教训他。只见他使出少林寺的龙爪手，对着张无忌就抓了过去。他这几根手指竟能抓破地板，张无忌只做避让，因此地板和柱子就遭了殃。沙漠里可不好请装修队啊！臭小子，你这是在逃跑，不是在逼我！好，晚辈就接前辈几招，如果晚辈输了，自然听从前辈的吩咐。倘若输得依招办事，便请少林派退下光明顶。少林派的事由我师兄做主。不过，你要是偷了我少林的龙爪手，老衲即刻回少林寺，终身不出寺门一步。天下武学殊途同归，张无忌有九阳真经为基石，看破别派武功自然不在话下。此刻的张无忌仿佛是那丐帮大会上的郭靖，又仿佛是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姑苏慕容复。他以少林龙爪手迎战空性，不落下风。数招过后便将其制服，然而空性仍是不服，这么多人面前输给一个小子，面子上多少有点挂不住。原本他刚才输的还算体面，但是他自取其辱，张无忌也只能奉陪到底。只见张无忌使出刚学会的乾坤大挪移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外挂，他一瞬间仿佛没了实体。闪现更是用都用不完，左闪一下右闪一下，空性连他在哪都不知道，就被一掌超飞出去，重重的摔在石柱上。然而他依然不服，起身之后一脚就将石柱蹬倒，这下需要的装修费又多了一些。他将石柱扔向张无忌，张无忌以巧力化解。其实空性刚刚已经输了，只是倒在地上输得太难看，现在认输起码是站着的。他承认了自己龙爪手确实比不上张无忌，只是刚才立了的 flag 已然有些不好下台。张无忌眼见他要自废双手，扯下一块衣服及时阻止了他，随后贴心的给他递了个台阶。晚辈以少林龙爪手胜过大师，于少林威名何所？倘若并非以少林决意与大师对攻，相信天下再无第二武功能胜过大师。曾师傅仁义过人，老大书接上回，张无忌以一己之力迎战6大派，刚刚领教完少林的龙爪手，华山派掌门谢于通便上前搭话。张无忌闻听此人的名字，思绪拉回到了在蝴蝶谷的时候，那时胡青牛曾告诉他此人是他的仇人，胡青牛见死不救也跟此人有关。张无忌收起和蔼的笑容，随后将谢于通的人品统统曝光。谢人们，在下有一件事情向你请教。你当年身中剧毒，九死一生，胡青牛先生3日3夜不眠不休的治好你，又和你一结进来，你为什么如此狠毒，要害死他的妹子？武林中人讲究有恩报恩，有冤报冤，蝶谷一些那明教中人，
你深受明教大恩，今日反而率领门下的弟子来攻打明教。像你这种禽兽不如的人，亏你有脸面当一派掌门。一派胡言！鲜于通气急败坏，手中铁扇暗器已经开启。此刻那铁扇仿佛一柄匕首，这里面还暗藏玄机。但是凭他的实力还摸不到张无忌。张无忌搅了他的扇子，对着他的脸随手一挥，就将他扇飞出去。然而等他再爬起来的时候，眼睛已经瞎了。没想到这扇面上竟有如此剧毒，看他疼得满地打滚。众人不明所以，张无忌给小昭递了个眼色。小昭取来一根梅枝，张无忌手拿他的扇子轻轻一抖，细微的白色粉末瞬间将花骨朵腐蚀。这所谓的名门正派竟然也玩起了这种套路。张无忌说自己有办法帮他医治，只是要他老老实实回答自己一个问题，不得有半点隐瞒，否则他便撒手不管。张无忌要问的就是他们华山派内部的事情。鲜于通杀了他的师兄，却嫁祸给明教，否则他绝做不成这一派掌门。此刻他只得亲口承认是自己杀了大师兄。华山派门人立刻出来清理门户，但张无忌已经答应了帮他治伤，所以他暂时还死不了。新出来这两位一高一矮，高的那位虽然看着年长，却是个话痨，叽叽喳喳的说个没完。矮的那位好像是比奇堡的某位故人。今天张无忌虽然帮他们弄清了师兄的死因，但是华山派的面子也掉了一地。此刻不得不向张无忌讨教几招。两位前辈，如果你们输了，排挤华山派，从此不再为难明教。我们两个打你一个，你是绝技活不了。我们兄弟俩有一套两仪刀法，变幻莫测，连刀攻敌是万夫莫当。我们就怕要单打独斗，一个对一个。现在你既然答应我们一个打我们两个，那你就说定了，说过的话可不许反悔，反悔是小狗。晚辈绝不反悔，还请前辈刀下留情。我们这条刀使用起来是越来越凌厉，绝不容情的，绝不会客气的，是绝不会。少说一句成长，少说一句当然可以，但是我瞅着这小子人不错，一刀砍死了实在是可惜，所以事先提醒他，让他早做防备。咱们这套两仪刀法乃是反两仪，事事不宜常规，对吧？朱凯，让我说，哎，那你说，不要说我们两个欺负你，赤手空拳肯定赢不了我们的庄导，你快选一件兵器给吧。去吧。这老小子说起话来真是没完没了，战斗还没开始，自己的底牌就全说出来了。张无忌手里拿着刚才的铁扇，顺手就想拿来做兵器，这举动把对面二位吓了一跳。这扇子上的毒，刚才他们已经见识过。张无忌便让两位给他挑一件兵器。那高个子左右环顾之后，目光定在了一根铜柱上面。他还厚颜无耻地说给张无忌挑一件最趁手的，结果弄了这么笨重的东西过来。张无忌却之不恭，这对于开了挂的他来说，简直就是小意思。这场战斗毫无悬念，刚才说的天花乱坠，在张无忌手里却走不过10回合。两人手上兵器被张无忌缴掉，只得乖乖的认输了。就在这时，昆仑派何太冲夫妇上前接话。那老妖婆先是夸赞了华山派的反两仪刀法，随后又说昆仑派有一套正两仪剑法，只是不知孰高孰低。今天正好是个机会，不如就拿这狂妄的小子试招，定能比出个高低。不愧是名门正派，围攻竟能说得如此坦然。老妖婆叫张无忌去拿兵器，张无忌环顾四周，去刚才的梅树上面取了一截梅枝，他要以此对付他们4人的刀剑。比剑的4人还没说啥，那昆仑派的西华子却先坐不住了。他认为张无忌如此狂妄，是看不起他们的武功。张无忌一眼就认出了此人，当年他不慎说漏了嘴，就是这小子引导的，后面间接害了自己的父母。张无忌对这老小子实在没什么好感，见他对自己拔剑，他这一梅枝戳出去就将他戳飞数米，战斗也因此拉开序幕。这些人以为人多就能取胜，殊不知拥有乾坤大挪移的张无忌根本不惧，因为这些人的兵器在乾坤大挪移的作用下，会不自觉地攻向自己人。那西华子差点被华山派的刀砍死，4人眼见久拿不下张无忌，手中的刀剑更加凌厉。张无忌每一次都显直又显得避让，台下的周芷若略有担心，只好用向师傅请教的借口，给张无忌说明破解之法。师傅，咱们峨眉派的4象掌人中有方，阴阳相承，天地阴阳，交联动静，似乎比正反两仪之学更胜一筹，您说对吗？对，是这个道理。可是也得看两位前辈的功夫和他的修为。弟子猜想，铁琴先生下一步便要前往龟背位了。峨眉派的臭丫头，你是这小子什么人？一再的维护他，吃里扒外，我昆仑派不是好惹的。师傅，芷若，别再问了，你也听好，昆仑派是不好惹的。是。张无忌看破他们的剑招之后，4人的兵刃只会砍向自己人，再也摸他不着。何太冲只得叫他们将兵器统统丢掉，赤手空拳反而安全些。可惜不管对面做什么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。悄悄关上，换一天，用来淋雨。
那何太冲夫妇爬起来之后依然不信邪，两把铁剑对张无忌刺了过去。张无忌一闪之下，他身后的仙鱼通就遭殃了，被他夫妻二人直接刺死。张无忌看着倒下的仙鱼通，动作飞快地捡起地上的花瓣，随后到仙鱼通怀里蹭了蹭。这几乎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。张无忌一弹指，就将这些花瓣送进了何太冲夫妇嘴中，并说这玩意儿是从仙鱼通身上摸出来的。他也不知道有没有毒，在场的都见识过仙鱼通的下场。那何太冲瞬间就萎了，说不再插手此事，只求张无忌事后能救他们。张无忌自是爽快答应。曾少侠，这种庄园，我不能来，走了。峨眉不服，子洛，一剑把他给杀了。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师傅，还认自己是峨眉弟子，你就一剑把他杀了。师傅，你想违抗师命？这是张无忌光明顶之战的最后一场战斗。此前他已经打败了昆仑华山崆峒少林。不巧的是，峨眉派有一个周芷若，正是张无忌的爱慕对象。有人说周芷若这一剑斩断了他们的情缘，但我却不这么认为。书接上回，灭绝师太出来挑战张无忌，灭绝一出手就拿出了倚天剑，面对着绝世神兵。张无忌不敢大意，鹰王贴心的将自己的兵器送给张无忌。此剑名为白虹剑，虽然比不上灭绝手中的倚天剑，但也是一件利器。灭绝首先发动了进攻，两把剑交锋的瞬间，白虹剑应声而断。张无忌还是低估了倚天剑的锋利，他大惊失色之下，只好先暂避锋芒。两人跑到了上面的吊灯上，地下的峨眉弟子见张无忌依靠身法取巧，不敢跟灭绝正面交锋，于是纷纷出手围剿。只有周芷若还在原地犹豫不决。周师妹，这该不该拦在你？该不该让也在你了？周芷若思索片刻之后，还是跟同门一起上去围剿。就在这时，张无忌又开启了外挂，九阳神功加乾坤大挪移开发到极致，一下就将众人全部震飞。他速度极快，几乎是在他们下落的一瞬间，分别去缴了他们手里的剑。只是面对周芷若时，怜香惜玉没有动他，因此等落地之后，整个峨眉派只有他的手上有剑，并且没有摔倒。丁敏君早就看不惯周芷若，如今正是一个扳倒他的机会。周师妹，这小子果然对你不一般啊！现在只有你手上有剑，你却站着不动。难不成你希望师傅被他打败吗？师傅，你敢欺师灭祖！张无忌此举让灭绝师太面子掉了一地。虽然他让周芷若将倚天剑归还，但灭绝已经不想接了。他命令周芷若将张无忌刺死，否则便是欺师灭祖。周芷若一下子被吓得六神无主，只听见周围人熙熙攘攘的叫他刺下去。张无忌面对着他，好像是不相信他会下手，因此没有避让。灭绝突然厉声喝道：“动手！”周芷若仿佛得到了指令一般，麻木地刺向张无忌的胸膛。倚天剑的锋利，大家有目共睹。这一次虽然不重，但还是将张无忌伤得很深。张无忌失望中带着恼怒，他让峨眉和武当哪位不服继续来战。峨眉派灭绝都输了，自然不好再出手。武当派见人家受伤，当然也不愿占便宜。可就在这时，那宋青书醋意大发，他可是在底下看了半天了，傻子都能看出来周芷若和张无忌关系不一般。王叔叔，站住！小丑就是小丑，关键时候还得他爹来收场。宋远桥出来说，或许是明教气数未尽，上天才派了这么一个少年来拯救他们。既然如此，再留在这就有点不要脸了。于是他叫大家回去重整旗鼓，择日再战。原本到此就应该落幕，可是殷离婷还跟杨逍有私人恩怨，如今他身受重伤，无法反抗，正是报夺妻之仇的好时机。没想到张无忌身负重伤，还是毅然决然地挡在明教前方。只要我还有一颗心在，绝不让更案再伤明教一人。刘少，你杀了我吧！无忌，无忌，阿少，你是诸葛不容的淫贼！今天我就要杀了你，给小夫报仇！六弟，六哥，住手！你是谁？季小夫是我娘，我将养不回。张无忌光明顶上力压群雄，却不慎被周芷若所伤。也许是无力再战，又或许是心里委屈，张无忌终于透露出真实姓名。武当派的这些叔伯急忙上前关怀，但殷离婷依然要找杨逍讨要说法。杨不回挡在杨逍身前，说要报仇，就去找灭绝师太。他将当日灭绝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，并说张无忌和他全程目睹，绝无半句假话。
殷离婷不可置信地看向灭绝，灭绝并没有否认，反而说纪晓芙不守妇道，爱上魔教妖人，之所以瞒着殷离婷，是顾及她的面子。殷离婷还是不愿相信纪晓芙会背叛她，灭绝让她问问眼前的女孩叫什么名字。不等殷离婷开口，杨不悔已将自己的名字说了出来。不悔不悔，真是个好名字，让人一听就知道纪晓芙是自愿的。殷离婷接受不了现实，直接冲出了大殿。六大派终于散去，只留武当在此照看张无忌。各位叔伯分别嘱咐了几句之后，也要离开了。这次张无忌受伤，可把小昭心疼坏了。公子，你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痛？没事，并不大碍。你怎么了？你刚才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会死。傻瓜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傻瓜。几日过后，杨逍也能动弹，特地过来拜谢张无忌，就叫知恩。张无忌哪里消受得起，搀扶起杨逍之后，说自己只有一事相求，那就是小昭手上的锁链，他在密室里早有承诺，只是现在说出来，杨逍也不太情愿。此女实在可疑得很，但张无忌只有这一个请求，杨逍也不好拒绝，于是叫杨不悔拿钥匙给他解开。可杨不悔摸了半天都没找到钥匙，或许是情急之间丢了。看来小昭还得多戴一阵子的手铐。另一边少林寺居然去而复返，他们此行是为了元贞的尸体。元贞作为他们的同门，自是要好好带回去安葬，可不知为何突然就找不到了。他们怀疑是明教怀恨在心，将他的尸体拿去泄愤。我说你有病吧你这活的我们都不要，要那死的干嘛啊？当猪的被人宰了吃都行不了，做不做喂狗吧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没拿就是没拿，去问其他各派吧。你们当真没拿？我倒真希望那尸体落在我手上啊！剁吧剁吧剁，宰了当猪当羊喂狗吃。请回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家已经彻底恢复。众人商议过后，决定拥立张无忌为明教第34任教主。张无忌的侠义之心以及一身本领，让明教众位弟兄都心服口服。特别是刺头周颠和韦一笑，这俩人不服杨逍，只服张无忌。虽然大家热情高涨，但张无忌却百般推脱，说自己难堪大任，不敢消受。正在这时，又有人入侵光明顶。这次来的不是六大派，而是江湖上的一些小鱼小虾。这些小帮派平常不敢妄动，却喜欢干些趁虚而入、趁火打劫的事情。如今明教被六大派杀的只剩下些高层，而且还都处于负伤状态，他们没有多少人马与这些小帮派抗衡。张无忌提议先去密道当中躲一躲，可众人都露出为难之色。张无忌还以为是他们顾及脸面，不想做缩头乌龟，只得苦口婆心地劝道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可杨逍他们并不是顾忌这个，而是教中规定密道只有教主能去。张无忌问道：如此特殊情况，教规可否修改？杨逍说可以，那就是张无忌成为新的教主，到时候教规想怎么改都随他。杨伯伯，我年轻识浅，何德何能在此重任啊？更何况我太师傅再三告诫，愿我绝不肯深入明教，我已答应他老人家，绝不肯食言呐。无忌，外公的话你总要听吧？外公，我知道，虽然你跟外公不如你跟太师傅亲，那也是半斤八两。今日外公让你当这个明教的教主，好了，现在外公的话和你太师傅的话，那就相互抵消了。你谁的话都不要听。至于说你当不当这个明教的教主，你自己决定。外公，再加上我这个舅舅，这样总够斤两了吧？张无忌拿出了杨顶天的遗书，杨逍看过之后面露喜色，上面说让金毛狮王代设教主职务。如今子承父业，那就是天命难违啊！众人都纷纷跪倒在地参拜张无忌。张无忌只好说自己先带领教主身份，等日后有合适人选再将教主位置归还。张无忌连忙叫众人去密道当中躲避。杨逍提议放一把大火将此处烧光，制造出他们已经逃亡的假象，等此次危机一过，自然有机会可以重建。得到张无忌的同意之后，光明顶上成了一片火海。